好，接下来我们持续关心到的是川建国发威哦。中国大陆在这个关税战之下，现在是越打越赚，而且出超破兆美元。美国则是面临自己内部民生溃败，吃不起饭，现在还得靠所谓的代币来做食物救援，怎么回事？赶快来看今天3个火线话题，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。现在看到美国的农夫市集到处都在使用所谓的补助代币，美国人现在连买菜都要靠政府的救济了吗？第二件事情来看到是川普啊。这个关税战之下，通膨压力还没有降，但他在此刻却是逼着这个联准会啊，赶快降息来救市吧。但是救市的话，是否又会影响到股市、债市呢？川普是在止血还是在放火？第三件事情，今天也会关心到的是，川普的关税战之下，没有想到大陆现在出超正式破了1兆美元这个数字，甚至创下了新高。另外一方面，刚刚讲的嘛，美国则是呢靠补助过日，川普这个时候在对中政策上面突然间转软了，大家在看这个是战略转向，还是美国真的这一回撑不下去了呢？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解答。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农夫市集，其实呢地点就是在旧金山，当时的画面是这样子，大家看到说哇，周末市集的人去逛的人非常的多，然后看起来人气非常的旺，但是摊位的桌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摊商自己说的，多了一样东西，就是政府补助代币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不是一个社福升级哦，是因为美国现在尤其针对这些中低收入的家庭，他们连买菜都越来越有问题了，包括说呢，只能靠的是他们的这个代币哦来去买菜，来用刷卡换代币过日子。摊商也证实了，确实他们现在收到的代币甚至比现金还要多很多。那么现在美国自己国内的通膨到底有多严重呢？我们来看到几个实际的数字。首先，第一个，美国人最爱吃的牛肉涨幅啊，一口气飙升到了超过15%。再来看到55%的美国民众都认为说，真的吃不起饭，你川普是不是应该要负起责任呢？第三个是川普11月的关税收入首次的月减了，所以他这个时候呢，被迫取消部分食品的关税，要来救自己国内的物价。而且现在只有30%的民众是满意川普的经济政策的，川普已经干脆亲口证实了，他说确实，他认为共和党接下来恐怕在选举中会丢了自己的饭碗。美国现在内部物价通膨有多严重，还得靠代币来买东西。关税战是把美国的经济底子给打空吗？舰长怎么看？我们来看啊，其实这一个有关于川普这个施政的部分啊，如果我们再看到 APEC。他的一个会前的时候，其实大家对于川普的概念，执政的状况是这样：如果一般的美国成年人啊，那我们先不论党派的话，我们就会看到大家认为这一个生活杂货，其实涨得非常有感，71%的人都觉得是上涨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，大家觉得最不满的是什么？也就是同样的状况，也就是这一个我们生活所需要的开销，那个其实是越来越大的。不过现在大家讲说这一个是不是通货膨胀呢？其实不一定是通货膨胀，反而可能是通货紧缩，因为大家不敢花钱，因为未来长成什么样子并不清楚。那也就是我们来看到实际的状况，我们看到消费者的信心。如果说我们从这一个选举日之后，我们就看到消费者的信心其实曾经有一度上涨，那但是呢，现在又逐渐的跌落。那为什么我讲说这个部分呢？并不一定是通货膨胀，真正通货膨胀的高峰其实是在拜登总统的任内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看到的反而更多是通货的紧缩。那这个通货的紧缩所造成的影响，大家不敢花钱。那不敢花钱，但是这个问题啊，会更严重的出现在中低收入户，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有关于农民市集的这个部分。为什么？因为一般来讲，中低收入户相对于这个消费金字塔顶尖的人来讲的话，他的收入会将近超过60%都是投注在购买食物这上面。而且如果美国有提供这个补充营养援助计划，他们就会用这个计划，因为这样子可以让我少出一点钱。然后当然我们看到的也就是代币满天飞啊。那这一个状况其实川普他知不知道？他非常清楚，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美国不断的
敦促中国大陆你赶快买大豆。那其实问题也就在这里，也就是它最重要的是，它要避免这一个收入不多，但是选票很多，然后让他在明年的期中选举一败涂地。好，一边是这个美国自己的内部物价太高造成的这个消费减低。通缩的一个问题。那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到川普政府现在又持续的要求，联准会啊，你赶快降息吧，希望能够替他的经济打一些吗啡来止痛续命啦。那可是现在大家也担心说，会不会降息又造成股市债市的不利呢？这个是第一个问题，要请教杨老师。第二个问题是，期中选举接下来共和党乐观吗？因为现在连川普自己都不看好了，杨老师怎么看？对，川普在13号的时候接受《华尔街日报》的访问呢，我看到他自己称赞说，从来没有这么好的经济在美国的历史上啊，这个非常符合川普的口吻。可是真的吗？我们先来看看一些就是清楚的这个数据哈。那到目前为止，其实他的支持率是掉了，而且是掉了几趴，掉了大概有10%，从就是48%掉到从52%掉到42%支持率，不支持率来到55%，增加了大概有10%，所以一上一下，其实它的不支持率远超过它的支持率，现在这个很清楚。然后呢，这里面去分析有3类的这个选民现在对他其实是支持大幅下滑，一个就是拉丁美裔的，叫 Hispanic， 第二个呢独立选民，第三个呢年轻人18岁到29岁的。那 Hispanic 呢，其实主要都是在美国的南方，尤其像佛罗里达这些地方过去一直都是共和党的主要支持者。那可是到都市里面，他们又倾向支持民主党。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，从40%掉到35%，减少了有将近13%。然后呢，独立选民减少了将近20%。最特殊的是，年轻人对川普的支持从原来还有将近40%的，掉了只剩20%。所以少了一半。一年少了一半，你还不到明年的选举，明年选举大概还有将近1年的时间，那够不够足够的时间把他们给挽回？通常不容易。为什么？因为再进一步的民意调查，他们说50%到55%的选民认为最重要的3个议题，第一个是通膨，商品的价格；第二个呢是工作，整体经济；第三个呢是健保。可是呢，川普你看到他这个通膨因为关税开始就是出现这个就是整个严重，那目前在9月份的数字看到是2.8%。然后呢，工作其实美国的工作现在是很好找的，可是经济整体的情况大家是很担忧，甚至 AI 泡沫化明年会不会变成议题？然后呢，健保那这个是最严重，川普把那个奥巴马健保给拿掉了。可是只有20%支持川普的现在眼前的一些议题，反移民打犯罪还有外交政策20%，所以他觉得这个顺序不对了。同时呢，经济上的问题大概是74%认为他现在做的一般甚至不好，只有23%说OK 比以前好。那这里面大概不到15%左右是说比去年1年好，所以你看70%比20%多，现在就很清楚，这个民调显现出这1年以来，大家对于川普不只是说蜜月期没有了，其实基本上认为他搞错重点了，他没有关心到人民眼前关心的议题，而且呢，人民眼前的议题也每况愈下。那同时对于川普的一些手段做法，当然也更不认同比如说他对学界。他对这些逮捕那些ICE的这些作为，所以我是觉得明年的期中选举，如果是在下个礼拜举行的话，那他一定会输1院。但目前还有1年的时间，足不足够他去改正很难讲，因为经济的问题其实有很多的变数的。好，很快的其实上任到现在，川普已经1年的时间了。接下来，已经用民调，选民已经反映了对于川普的不满。那离期中选举现在看起来其实是对他非常的不利的，而且大家也在检视说，你当初实施这个关税战，其实也是要对付中国大陆。结果没有想到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看到大陆在经济上面，尤其是在出口上面表现却是越来越好，而且呢，在另外一方面，政治上川普的态度对中国大陆却是明显的降温。几个重要数字来带观众朋友
友看一下。先来看经济面，前11个月我们看到大陆的出口3.4兆美元，是年增5.4%，对外贸易顺差突破了1兆美元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对美出口虽然减少了18%，将近20%哦，但是却靠非洲、东协、拉美全面都补上了这些出口的缺口。那刚刚讲了嘛，川普对中政策变得明显的降温。首先10月底和习近平见面之后，我们就看到他抛出了G2的论述，承认中美之间是平起平坐。对于中日这一次的争议，他也保持沉默，传出还私底下要求日本避免刺激北京。再来就是我们看到他的国安战略的这个策略也降温了，不再高调强调大国竞争跟大陆的核武扩张。为什么他的态度有这么大的转变？关税战打到现在，怎么把中国打得越来越强？委员怎么看？这个打错方向，而且打的力道实力不足，打人家伤人这个所谓3分啊，就要自己智商5分，从来没看过那么笨的政策。其实川普的关税政策，美国的经济学家一致反对，没有人看好。我一开始也跟他嘲笑他是王安石变法一事无成，在你节目1年前我就嘲笑了，果然不幸成真，因为他那个完全是一种乱拳啊，打狗什么，当然是不可能打出一个好的效果。那中国的这个贸易顺差在1到11月突破了1兆美元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。因为去年一整年呢，1到12月哦，总共的顺差才多少？8400亿。前年才8200亿，今年只有1月份到11月份就超过1万亿啦。所以如果再加上12月呢，当然就不止了。但是高兴之余也有担忧，因为中国这一次的顺差到达1万亿啊，当然最终原因是出口跟去年同比增加了5.4%，5.4%啊。然后因为有新产品、有新市场、有新通路。新产品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产品，传统啊、电子啊等等，然后还有什么新能源啊之类的。那新市场什么俄罗斯啊、东南亚啦，甚至于非洲、拉丁美洲啊，这种新市场都被开发出来了。那新通路就是说，它海外有很多新的港口、新的船队，然后新的航线，还有什么，比如北极航线，还有中欧班列，所以使得中国的货品更容易运到销售场合。但也有隐忧，为什么？进口会衰退0.6%，它的机器设备进口衰退，就表示民间不再投资，这中国政府特别去注意。第二个，消费衰退，那为什么消费衰退？因为有进口替代品满足大家的消费，可是也表示对于进口的奢侈品不再买啦，然后进口的设备有替代品，再加上更高档的设备不一定买得到，被科技管制啦等等的原因在里面。那再加上房地产不振，所以内部的投资需求大幅衰退，所以才会有整个进口衰退0.6%。所以这个隐忧也要去特别去注意。所以表示说增加到1万亿该开心。不过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，我来算给大家看哈。就是中国大陆如果单纯讲这个 GDP 的话，人均 GDP 今年大概只有13800美元，可是美国已经到89600美元，等于是中国大陆6.5倍。那而且就成长率，中国大陆成长了3.8%，人均 GDP 成长3.8%，然后美国成长4.4%，所以美国在这个数字上是比中国好。然后日本更好，日本成长了6.9%，然后台湾更好，成长了11.1%。那南韩最差，衰退了0.75%，这是尹锡悦的功劳是0.75%。但整体来讲，概念是这样子的。可是美国是严重的贫富不均，所以刚才才有我们李舰长讲的这个所谓代币问题。它是朱门酒肉臭啊，这个路有冻死骨。但是美国的问题就比较大。你看看那股市，应该多少亿万富翁不断的产生啊！黄仁勋几年前才是亿万富翁，现在已经兆万富翁了，就是这个原因哈。所以美国有股票的比例大概占美国人口的差不多20%，那这20% 富起来，80% 平下去，这是美国最重要问题。中产阶级消失都在这里，因为他们投资的传统工业哈，什么钢铁啦、汽车啊，都赔得很惨，那股票都起不来。可是你丢了 Seven Sister 那七姐妹的股票，每个都发了这样。好，谢谢委员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地缘政治、美中之争、战略价值、强
崛起，小国生存。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脉动，全球观点。